那名女子双手捧着热茶，低头抿了一口，目光有了少许变化。很好喝。前辈喜欢就好。李长寿温声说着。大法师笑道：师弟，你可知他们俩为何是同龄？其实不是因为实力，而是因只有他们两人此时还能正常与人交流，保持有七情六欲，算是跟咱们相差无几。不过他们两个也是最苦的，你跟他们多交流交流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自然知道这是大法师在劝他留下这股力量。一时他也有些犹豫，再次沉默不语。灵娥再次充当活跃气氛的小能手，小声问：大法师，这些前辈是上古人族吗？玄都大法师的目光有些悠远，端着茶杯看着空中云朵。他们坐在不高的石头上，听大法师讲那过去的故事。人族由女娲圣母造化，生而拥有先天道躯，生而微弱，善修行，与道相近。其实人族不过是天地万族之一，因女娲成圣，各族大多避人族而远之，让人族得以繁衍生息。人族的足迹遍布平原山野，但灾祸随之而来。因人族魂魄与道相近的特性，妖师鲲鹏对东皇太一进献，以人族魂魄炼制秘宝之法。妖族为彻底击败巫族，开始大肆屠戮人族，捉人族魂魄，炼制陆巫神兵。人族被杀至百不存一，妖族犹自不肯收手，欲要赶尽杀绝。这段人族历史到这里就开始变得模糊了，似乎后世人族刻意模糊化了这里的故事。大法师是历史的见证者、参与者，自知全貌。虽然老师与女娲圣人联手保下了最后的人族，但人族已是将恨写进了骨子里。灾过后活下的人族心中对妖族恨到了极点，他们不顾一切提升修为，甚至偏离修图正道，以身化魔。虽然圣人出手保住人族火种，人族当时却是最微弱的时期，妖族又唯恐留下祸患，要除人而后快，那才是人族最难熬的一个元会，所以才有了他们。10万魔兵踏破天穹。灵娥在旁抿着小嘴，小心翼翼地将一条烤鱼递给离着自己最近的女统领。前辈。后者轻轻摇了摇头，对灵娥露出了少许笑意，继续正襟危坐。大法师随手将烤鱼接了过去，笑道：给我吧，不要浪费了。灵娥连忙将烤鱼递了过去，又轻悬雅问：10万魔兵，可以详细说说吗？李长寿叹了一口气，解释道：入魔道便是将执念化为道境，短时间内获得道境提升，但是极易道心崩溃，自身失控。这些前辈为了短时间之内得到力量，又不让自己失控，故先入魔，配合秘法提升道境，再斩道心，自封七情六诀，剪断对外一切感知。他们将魂魄关在了身躯内，仅以特殊的秘法辨别敌我，化身魔兵，遵人皇之命，守卫人族。大法师啧啧称奇：不愧是我师弟，这般秘闻也知晓啊！在一张羊皮上看过此事。原本我以为这不过是传闻，但我去火云洞中拜访三皇五帝后，得知燧人是前辈之事，才知人族魔兵真的存在。凡人寿元太短，洪荒的时刻太长，太多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失去。师弟可知，妖庭破灭后，他们只剩下3623人。我将他们带去了玄都城中。这么多年过去，那些寿元有限的都已逝去，剩下的这些，师弟，带他们去杀妖吧，让他们能体面的在战场上解脱，算是你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善之事。师兄，没有办法
帮他们恢复感知吗？那样对他们未免太残忍了些。不问询他们，如何知他们心中所想？李长寿沉吟几声，目中闪烁着光亮，此刻已经是有了主意。他们是上古人族英豪，不该在当时世代再去征战。师兄，我且将他们接去安水城中，以100年为期，看能否帮他们重获7情6欲。若他们想解脱，也不必在战场上悲凉。人族先辈该有的体面与尊重，自不能缺。他们护着人族有了今日，总不能到了今日还要站在人族之前。我觉得没这般道理。大法师面露惊讶之色，奇道：“你这就想到办法了？”啊，一点思路。李长寿开口说了2个字，大法师先是一愣，而后抚掌大笑，连连称赞，还是李长寿的头脑好用啊。灵娥眨眨眼，小哀，怎么感觉我了解师兄还是不够多呢？这一对人教师兄弟讨论此事时，2位魔兵统领一直保持着沉默，但他们看李长寿的目光渐渐多了几分感激。看李长寿无意用这100多名上古人族征战，大法师也并未多劝。说起来，大法师也有些郁闷，他亲自跑去玄都城一趟，将这108名上古人族魔兵请回来，非但没能成为李长寿手中的对妖神兵，反而给李长寿多找了点活干。身为师兄，这大法师的心底总归是有些不好意思。于是大法师主动问询有关妖族反天之事，若是天庭压力太大，他这个老人族就适当的出手，直接干预一下子。李长寿如实汇报当前战绩，大法师听的是一阵大笑。反倒是灵娥和有琴玄雅听到了天庭种种手段，表情有些异样。灵娥自然是有点嫌弃之意，毕竟测神殿这种手法各种意义上都太脏了一些。有琴玄雅却道：姻缘之事与斗法何关？妖族自是该死，咱们堂堂正正击败他们就是。如此行事，岂不是太过不择手段？李长寿与大法师对视一眼，2人尽皆大笑。大法师道：不择手段有时并不是贬义呢。有琴师妹，天庭之中，如今天兵天将9成都是人族出身，而今天地间以人族为主体，天庭也可以算是庇护人族的天庭。我并不在乎这些公然反天之妖的生死，更遑论是他们的姻缘如何。有效的削弱敌方力量，化解对方士气，增加敌人内部矛盾，就是保护己方的天兵天将。自然我并不仇视那些亲善人族的万灵，且人族之中也有恶贯满盈之人，但反天的这些妖族当真是遭了天庭迫害。天庭刚起不知才多少年啊，这些反天的妖族不过是感觉到了威胁，心底怕了。匡扶天庭便是因天道至公，天庭依天道行事，天庭越强，天地间的恶与善才会越早达到平衡。有琴玄雅在旁边陷入思索，灵娥小声嘀咕：师兄，有琴师姐并不是指责你，你别生气啊。放心，有琴师妹的性子我还不知吗？天庭正需要有琴师妹这样的人才。灵娥嘴角微微一撇，刚才还叫玄雅的。有琴玄雅低头应了一声，并未放下自己在此事上的坚持。大法师在旁静静看着，又想到了什么，笑意一直未断。这要是云霄师妹也加入讨论，也不知会是哪般情形。李长寿心底挂念着妖族背后的高人，趁大法师在此地，也就直接开口问询：师兄，我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指点陆压啊，倒不是瞧他陆压不起，只是觉得若陆压道人有这般眼界，妖族必非如今之态势。小事，我来算算。大法师掐指推算，很快就轻移了一声：啊，红绣球吗？并非圣母娘娘出手，对方竟有抹除天机的本领。
大法师微微眯眼，抬手请来太极图托在掌心，闭目凝神。这一次却是花费了足足1刻，太极图的道运1刻不停地流转。终于大法师轻声说了一个名号：白泽。李长寿微微一愣，随后便面露恍然。怪不得，原来是这位上古妖帅啊！能从巫妖大战中活下来的妖帅，绝非一语之辈。师兄，此白泽断然留不得，可否劳师兄出手，将这白泽早早的除掉？若是他再次出手相助陆压，天庭着实要有些麻烦。善。大法师道：白泽这次主动入劫，倒是我未曾想到的，我这就去找他晦气。不过白泽也算先天瑞兽，有趋吉避凶之能，为兄也要花费些力气，需要些时日。李长寿思索了一阵，或许可以利用他这般趋吉避凶的神通，阴阳逆转，引他入瓮。有意思，详细说来。当下这师兄弟在河边的篝火旁开始研究起了迫害瑞兽的100种方式。100种自然是夸张的说辞了。李长寿呢，也只是给大法师提供了7、8个思路，并根据大法师对白泽的了解，寻到了白泽可能存在的几个弱点。比如这种擅长推算，本命神通就是保命的瑞兽，一直都是顺风顺水，很可能会过分相信自己心底所想。与李长寿从中午商量到了日垂西暮，大法师已经是有些迫不及待的要去会一会这个白泽。带上2条烤鱼在路上吃，破开乾坤，直接就消失不见了。大法师临走时还给李长寿留下了2块玉符，其内记载着炼制魔兵之法，这是为了让李长寿找到恢复魔兵7情6绝之法。当着灵娥和玄雅的面，李长寿拿出了一具指道人，由指道人驾云，带着这108位木偶一般的魔兵离开了。他们全程没有多开口说半个字，此时只认李长寿的指令。这是一股何等恐怖的力量啊！修为长生起步，绝对令行禁止，不知恐惧与退缩为何物，精善合击战阵，最合理利用自身先例，且各自都拥有数件灵宝。大法师将他们交给李长寿指挥，其实就是想让他们去跟北周的众妖族高手同归于尽，给这些魔兵一个归宿。这般想法本身并不算错，但是李长寿更偏向于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。现如今人族已经是太平盛世了，天庭足以镇压妖族，何必再要这些人族之灵英勇壮烈呢？想必他们也想看看自己拼命换来的盛世该是如何壮丽吧。有关这些魔兵的安置，李长寿思量再三，还是将他们带去安水城，让他们在俗世生活一段时间。他准备待北周边界的妖族情形更平稳一些，再想办法试试。也不知凭后土娘娘的7情共鸣之力，能不能帮他们恢复正常。然而李长寿带着众魔兵还未能抵达安水城，灵娥就匆匆地飞到丹房，小手中托着一枚被仙力包裹了10多层的玉符。师兄，山门处有人送来了这枚玉符，山门弟子说。李长寿心神挪回，说什么？是一个自称泽白的道者留下，点名要给师兄你的。李长寿也是一愣，泽白？白泽？若真是他，这上古妖帅当真留不得。水神静气，时闻人族兴起，天庭当立，有人族贤能之士入天辅佐玉帝陛下，经谋算善布置，一力伏龙入天。近日又解大德后土之威，贫道心中甚是敬仰。贫道得道自上古，
曾追随2位妖帝立上古天庭，但因古天庭多行迫害生灵不义之举，贫道心灰意冷，渐自古天庭淡出。幸得天道准许，未沾染妖族之业障。是自半年前，陆压来寻贫道，求一活命之法。贫道因对妖帝许诺，许助其子3世，此为第3世。有4级妖族对如今天庭不尊，故献两全之计。于天庭而言，妖族反天，天庭自可名正言顺清理妖族余孽；于陆压而言，陆压为上古妖帝之子，或可借此求得玉帝陛下饶他性命。贫道无心与天庭相抗，更无心与道友为难。贫道可立大道誓言，绝不将道友根脚告与任何人知，也可立大道誓言，绝不插手半点天庭之事。还请道友高抬贵手，饶贫道之性命。若道友有意，贫道愿与道友相交，把酒言欢。余生漫漫，岂无知音？若道友不追究此事，还请将玉符捏碎，贫道自生感应，如此也好令贫道心安。白泽敬上。李长寿沉吟着，随手就要将这玉符捏碎，但是他目光闪烁，已经是思虑过万千，微微一笑，将这玉符拿在手中把玩。这个白泽似乎非常了解我呀，这让李长寿瞬间联想到了诸多层面。